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醉酒之后，我把暗恋多年的男神给撩了。要命的是，我断片了。直到我牵着小鲜肉的手被他撞见后，他咬紧腮帮，将我抵在墙上，质问为什么绿我。一闺蜜开了家孕妈妈专用物的店，警察来的时候，我刚绑了假孕肚上去，准备帮她拍宣传照。坐在警局里，我的心七上八下的，把我这么多年都回忆一遍，也没想出我哪里违纪犯法了。递了杯水给我，一名女警同志在我对面坐了下来。别紧张，我们找你来只是了解一些情况。我双手捧着水，抿了一口，心里松了口气。这时，一群人浩浩荡荡从外面回来，屋里的人朝着他们打招呼。周队，周队！听到动静，我抬头一看，为首的周队40多岁了，带着一队人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，正往里面办公室走去。没想到的是，在这群人里，我见到了一位熟人，秦瑜，我的高中同学。几年不见，他已褪去年少时的青涩，变得成熟许多，身姿挺拔，寸头，眉如墨描，精神又干练。许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突地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四目相对，我扬起笑，抬手想和他打个招呼，毕竟同学一场。没想到他愣了一下，冷冷地转回了目光。我有些尴尬地将手放下，嘴一撇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近人情。简单询问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有人举报我骗钱骗婚。我一脸懵逼，什么时候我做了这茬事了？说曹操道。正当我等着警察同志处理这事时，门口一个男的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他竟然骗老子！闻声，我抬头一看，一个油腻大叔。没想到对方也恰巧看到了我，他一愣，随即满脸怒意地朝我走来。臭婊子，终于找到你了！随之而来的是一巴掌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巴掌打懵了，捂着脸站了起来。你谁呀？你不认识我？好啊，你竟然敢装作不认识我！旁边的警察见到这一幕，连忙来控制他。同志，你在干嘛？他伸手就要甩开警察的手，骂骂咧咧的。警察同志，她是我婆娘，竟然敢收了我的钱就跑了。谁是你婆娘？我都不认识你。我气急了，莫名其妙被他打了一巴掌，现在还按个罪名给我。大概是因为警察在旁边，他没敢再说什么，低着头嘀咕，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我。我不由打个寒战。果然，警察同志刚放开他，他就扑向我。我不管，照片上的人就是你，你每天都和我说爱我，叫我宝贝，想和我睡觉，是你，就是你。他抱住我，满口黄牙对着我喊着，嘴里的味道差点把我熏晕了。我惊恐地推着他，想要挣脱，却不想没站稳，朝着后面就倒去，后腰重重地磕在桌子边缘，疼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按住他！一道清冽的声音在这混乱中乍然响起。那男的被警察狠狠按在了地上，扣上手铐。秦宇转身看向我，眉头微皱，声音冷清：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扶着腰想站起来，来得匆忙，忘了我肚子上还绑了个假肚子。混乱之间，他竟然松了，眼见着要掉出来了。
我一慌，捧住肚子。这一喊，秦瑜却慌了神。他先是一愣，盯着我的肚子，眼里有一瞬即逝的惊愕、失落。很快回过神，扶住我喊道：“快叫救护车！”他扶着我，柔声安慰：“没事的，不要怕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”孩子？我才反应过来，他这是误会了。旁边的警察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我连忙推开他：“假的，假的，等下，没事，不用叫救护车。”我可不想上明天的热搜。某女子企图用假孕肚欺骗警察同志，却不料被当场打脸。推开她后，我连忙将假肚子扯了下来看。假的，假的，我没怀孕。她盯着假肚子，愣了几秒，又看看我，顿时火冒三丈。夏楠，好玩吗？没有，我没在玩，刚刚是他药掉出来了。我企图解释，没想到他讥笑一声：“不愧是你，什么都骗。”说完，他冷着脸走了，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里堵得慌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从警局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闺蜜瑶瑶已经在门口等我半天了，见我出来，连忙上前抱住我：“亲爱的，没事吧？今天吓死我了。”我拍拍她：“没事。饿了吧？我们去吃饭。”我摸摸肚子，确实饿了。好，那你等我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哎，等下，你的这个。我把手里提着的假肚子递给他。我站在原地等他，万般无聊地刷着手机。滴滴驶来一辆黑色路虎车，停在了我面前。望着陌生的车，瑶瑶这是换车了。刚准备走过去，车窗摇了下来，露出了今天误会之后一直没再见面的脸。你去哪？我送你。秦瑜换了常服，手搭在方向盘上。我后退一步，礼貌地回绝了：“不用了，秦警官。”警官？我下班了。秦瑜似乎对这个称呼有些不满，眉头微皱。我朋友来接我了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想了想，我又说了句：“今天谢谢你了。”要不是他，不知道那男的还要做出什么可怕的事。他似乎对后面并不感兴趣。朋友？男的？啊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你男朋友来接你？他又重复了句。没有，瑶瑶。瑶瑶，我，霍乐安还有秦瑜是高中同学。夏楠。后面又驶来一辆车，瑶瑶伸着手朝我打招呼：“瑶瑶来了，我先走了。”我摆了摆手，客气地和她道别：“好，注意安全。”刚说完，她便踩下油门，果断地驶离。还真是干脆，像极了当年她那般绝情果断。上了瑶瑶的车，刚系好安全带，他便八卦起来：“刚刚那是谁呀？”秦瑜。哦，出乎意料的瑶瑶很平淡，这倒让我好奇了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翟乐安和我说的，我想着你应该是遇到他们了。他波澜不惊地回答着，手却不自然地敲了敲方向盘。我总觉得他隐瞒了什么。他突然转了话题：“话说，你今天遇到他，什么感觉？”我挑了挑眉，假装随意地转过头：“能有什么感觉？就这样呗。”真没有感觉吗？脑海里又再一次想起他的脸，我摸了摸砰砰跳动的心，很显然我说谎了。时隔多年，没想到再见到他，我的心依旧会砰砰直跳。
望着窗外闪过的灯光，心绪久久难平。高中时，我和秦瑜是一个班的，她人生的好看，偏偏成绩又好，学校好多女生都喜欢她，恰好她就坐我后面。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疯狂地追求她，每天给她抽屉里塞零食，在上课时会假装捡东西，回头给她个甜甜的笑。下课了，就转回身趴在她桌沿上盯着她看。一开始她挺反感的，见了我就直接掉头躲了。渐渐的她也麻木了，只是在我不认真听课的时候，眉头微皱。我最喜欢看她解题时的样子，神情专注，偶尔被我盯得不耐烦了，她会皱着眉头问我看够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没有，一辈子都看不够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？说完，她耳朵就红了，一巴掌把我头按回去，抱来一堆书挡着我。那时的我勇猛还不知羞地抱开书，对她深情表白：哥哥最棒，爱你。然后在她发怒之前，又迅速放回去，转过身坐好。那时候我自我感觉挺良好的，觉得她早晚会喜欢上我的。我甚至都以为她已经喜欢上我了。那天傍晚，学校突然停电，大家都到走廊上借着灯背书。我晚饭没吃，胃有些痛，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。几个男同学靠在教室窗子旁聊起了喜欢的女孩子。一开始我没在意，直到有人叫了他的名字，问了他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。听到这个话题，我瞬间来了精神，竖直耳朵听着。没想到他半天不吭声。我急步地抬头一看，正好看到他望着我。他嘴角微微扬着，眼中带着浓浓的柔情，圣洁而热烈。我甚至在他眼里看到星光闪烁。最终他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后来来电了，大家回教室上自习，第一次他迟到这么长时间。他满头大汗地坐回了座位，不过几分钟，他拍了拍我的背。我立马来精神了，转回去甜甜地喊了他哥哥，是你想我了吗？他一愣，耳朵微红，递给我一个袋子。我打开一看，是胃药，还有热粥。这个点，他去哪里弄的热粥？我顿时感动得不行。这么长时间的坚持不懈，终于看到了成果。谁知道，这些都是我想多了。高岭之花不是谁都能摘得下的，是我盲目自信了。这次看到他冷清的样子，我没多意外，只是他说我骗人，我不爽。吃饭的时候，瑶瑶突然问我周末同学聚会去不去。我不太喜欢这种场合，禁不住瑶瑶让我陪陪她，还说放心，秦瑜那么忙，她不会去的。话到这了，我只得应下。好咧，我去群里回复他们，夏楠和我都来参加。周末这天我匆匆赶到的时候，人来的差不多了，瑶瑶拉着我寻了个角落坐下。刚坐下，负责活络气氛的几个就看到了我们，话题一下就转到这边。哟，夏大美女来啦，真不容易呀，每年同学聚会就你和秦瑜，你们几个不来。我干笑着，工作忙，工作忙。对了，秦瑜呢？没和你一起来吗？他这话一出，周围就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齐刷刷望着我，有些尴尬，我只能打着马哈。他也没来吗？闻到八卦的味道，有好事的人来劲了。你也不知道吗？你们不是最好的吗？那时候你还天天追着他呢，难不成你也没有搞定他？最好2个字充斥着我的耳朵。
我有点烦躁，耐着性子没有。我们不熟。不熟？怎么会？那人还想继续说，被瑶瑶气呼呼地叫停了。不熟就是不熟。你怎么那么多话呢？那人被瑶瑶当面骂了，面色有点挂不住。众人一见这场景，连忙有人出来圆场。好了，好了，大家难得聚在一起，喝酒喝酒。话音刚落，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迎面而来的是霍勒安，他嬉皮笑脸地打着招呼：帅哥，美女们，我来啦。这家伙读书的时候就是个自来熟，和同学们打成一片。众人见识他，打趣着：优西克呀，难得了，今天这么齐。怎么样，没来晚吧？刚才在外面就听见里面很热闹，是在玩什么？刚才那人又开始阴阳怪气，没玩什么。我们在问夏楠、秦瑜呢，结果人家说不熟。你说，霍勒安一听这话，立马给他使眼色。很快，他背后一个高大的阴影就投来了。秦瑜一身长服出现在视线里，他嘴角嚼着冷笑，是吗？一看到他，我后背一凉，莫名心慌起来，故作镇定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他冷清的眸直射向我，带着几分讥笑。我和夏同学是不熟，酒过喉，烧得我心口闷闷难受。正主都辟谣了，众人再没说什么。老大，您坐这里。霍勒安招呼着他坐下。好巧不巧，正好坐在我对面。他一坐下，我就感觉对面一股目光直勾勾盯着我。难得相聚，几杯酒下肚，大家说笑着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。秦瑜和霍勒安不便喝酒，但也和大家玩在一起。幸运的是，今晚我运气不错，几轮下来我险险躲过。新一轮开始了，瓶子正好转到了一个男同学那里，他选择了真心话。至今你有没有遗憾的人，或者是……这话题一出，他身旁的人瞬间激动了，鼓励他：杨峰，加油！再不说出来，真成遗憾了。哇哦，一听就是有八卦，大家兴趣一下就起来了。终于他鼓起勇气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我：有，夏楠同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傻了，下意识地看向秦瑜，他也愣住了，嘴角的保持笑僵了下。大家都看着我，我笑了笑，记得杨峰同学。听到我叫出他名字，他眼里并发出喜悦的光芒，木木地点头。有人插了句话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候他每天晚上做梦都叫着你名字呢。杨峰被人说出这些秘密，他害羞地拉说话人衣角。他朋友拍拍他，怕啥？夏楠现在也没男朋友，你胆子大一点，说不定能了你多年心愿。我一脸迷茫，他满脸通红，举止无措，有些羞涩地看着我。那时候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可能坚持不下去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候杨峰坐在我右手边。有一天晚自习，他突然问我：夏楠同学，你们是如何这般快乐的？像我这样的人，是不是不配和你们一起学习？我一愣，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想起平时他就不爱说话，联想着网上同学压力大做出不好的事，吓得我那晚开导了他一节自习课。直到他露出笑容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没想到这举动让他记了这么长时间。望着周围充满好奇的同学们，我笑了笑：嗨，多大点事，是你自己厉害。我俩答着哑谜，
周围同学的眼神越来越暧昧。霍勒安突然出声：“有没有吃的呀？老大，我俩还没吃东西呢，饿死了。”有。班长赶紧叫来服务员，点了小吃。关注点转移了，我偷偷松了口气，准备先走了。一抬头看到秦瑜沉着脸，眼色冷厉，盯着眼前的水杯发呆。似有察觉，他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看到我目光那刻，眼里带着丝失落。只是一瞬，他又恢复冷静，转开了视线。我刚要和瑶瑶打个招呼离开，没想到又有人点了我的名。我这是招谁了？坐在秦瑜旁边的同学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夏楠同学，你记不记得王辉？”我点点头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他说那小子刚开学看到你就喜欢上你，后面给你表白，结果你理都不理人家。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？秦瑜坐在旁边听着，讥笑一声。呵，怎么了？霍勒安问他。他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好笑。我攥紧酒杯，仰头一干为尽。好笑吗？似寻了个理由，去卫生间。我来到包房外的走廊透透气，初秋的微风带着丝丝凉意，让我涌动的情绪一点点回归平静。夏楠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自远而来。他逆着光朝我走来，我不得眯着眼看他。随着他步步走近，我的心却猛地一拍，曲素心。当年我追求秦瑜最大的对手，他依旧光彩照人，微微的波浪卷衬着他小巧的五官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。他站在我面前，笑容满面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，没想到真是你。我笑了笑，真巧。不巧，我是特意过来找秦瑜的。对了，谢谢你当年放弃他。他带着胜利者的笑拢了拢耳边的头发。不过当年还好你没再继续纠缠下去，不然最后丢人的是你，还算你有自知之明。他的话像根刺一样扎进我心底，勾起了个不怎么愉快回忆。我淡然地笑了笑，随你怎么想。转身往卫生间去。他冷哼一声，推开门进去了包厢。待我上完卫生间，准备回去包厢的时候，他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游戏，好像这次是曲素心。有人问他这里有没有喜欢的人，他盯着身旁的秦瑜，故作羞涩地笑着，当然。这还用问吗？这话一出，大家就开始起哄。他更加害羞了，挽起秦瑜的手臂，将头靠上去。看到这幕，我抓着门把的手缓缓放了下来。我没有再回去，给瑶瑶发了消息就回家了。瑶瑶给我发了安慰的表情。我深深呼了口气，将眼眶里的泪花憋了回去。那晚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候。高二寒假考试前夕是圣诞节，我买了礼物，准备给秦瑜个惊喜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好和曲素心在一起。他给他礼物，他不要。他红了眼，气呼呼地问他：夏楠给你，你会要吗？他没有回答。他哭得更大声了，他那么撩你，你是不是要和他在一起了？看到他哭，我沾沾自喜，心想小样，最终还是败给了我吧。他被他哭烦了，皱着眉头，声音冷清：不会，我不会和他在一起。最后那句话就像个复读机，一直在我脑海里重复。我一时分不清是头疼还是心痛。仓皇之间，我逃离了现场。那天我想了很多，原以为他已经喜欢上我了，
没想到还是没有。突然我就觉得累了，那股热情劲就泄气了。平时里，他虽然一直都在拒绝我，但他对我的好，我能感觉到的。我以为他是喜欢我的，我的坚持是有效的。到底是我高估了自己。后来高三开学调了座位，我被调到了离他最远的地方。学业的繁忙，我刻意的不去找他，慢慢的淡了下来。再后来，在高考的那个春天，我爸爸和他小三带着家里的存款私奔了。妈妈哭了好久，曾经温馨的家没了。高考结束后，我和妹妹跟着我妈搬离了这个小县城，换了联系方式。后来听说她考上了理想的公安大学，我只读了一个普通的学校。我们再没了联系。做了多年全职太太的妈妈，艰难地供着我和妹妹读书。我也学会了收起锋芒。昔日的豪言壮语，随着这个夏天逐渐消失，归于平淡。吴警察打电话给我时，我正在上班。那天在警局见到的大叔家属想要见见我，我犹豫了下，答应了。原以为会是一场腥风血雨，没想到对方是一位颤巍巍的老奶奶。见了我，她嘴唇颤抖着，眼泪很快溢出眼眶。姑娘，对不起，我都听警察说了，是我没管好他，让他吓到你了。看到他，我不由想到了妈妈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见我沉默，他以为是我不原谅，扑通就朝我跪下了。他说他是单亲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他因为家庭原因谈了个女朋友，在结婚前夕也跑了，后面他就沉默寡言的沉迷网络。希望我能原谅他，不要追究他的责任。我吓住了，连忙拉起他，周围的警察也纷纷劝说他保重身体。最后我开了谅解书，骗了大叔的人，警察也找到了，后续他们会继续跟进。有警察后面又询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快结束时，有警员突然出声：“秦哥，你不是休假吗？怎么来了？”“我来找点东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“你说一声，我给你送去，省得你跑一趟。”“没事，我自己找。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回头一看，正好对上秦瑜的目光。这次我不想和他打招呼了，淡然地回了头。出来警局的时候，下起了雨，雨淅淅沥沥的，一时没有停的意思。我打开软件，准备打车回家。黑色的路虎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车窗摇下来，是秦瑜。“去哪？”“我送你。”“不用了，我叫车了。”“取消了，我送你。”“不用。”见我态度有些强硬，他眉头一皱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雨点开始越来越大，我站在门卫室外沿，雨滴打在地上，溅湿了我的裤脚。他凝眉，从车里拿了把伞下来，举着伞遮住我，自己却站在雨里。心里的涟漪起了触动。算了。最终我败下阵，往他车走去。见我上车，他笑了，清冷的眸子浮动着柔和的光。一上车，一股暖意传来，我系好安全带，发现他车上挂着一个小娃娃。娃娃有些旧了，很眼熟。突然记起是有一年他生日的时候，我送给他的，说长得像他。没想到他还留着。车子行驶在路上，雨刷不停地摆动着，两人一言不发，车里气氛有些尴尬。“这娃娃，你还留着呀？”我随意找个话题。恰好到了红绿灯路口，他停好车，偏过头看着我：“你送的？”
我都留着，眼底带着我看不明的探究。我一愣，心跳突然就快了起来，张了张口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正好时间到了，提醒他绿灯了。他看着我一抹难言的情愫慢慢消失，回过头，喉结滚动，车子平稳地行驶着，车里又恢复了安静。片刻后，他说：“一起去吃个饭吧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不用，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又继续说道，丝毫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我知道一家菜还不错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夏楠。窗外的雨打在玻璃上，哒哒的，他的声音混杂在里面，有些无措。你能不能别总拒绝我？我没再说话，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，心很乱。嘟嘟嘟，有电话来了。他瞥了眼车载屏幕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电话一直在响，他并未打算接。我看了眼，心一下就沉了。是曲素心。在他打来第二个的时候，他明显有些烦躁，找了个地将车停下，接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了他的声音：“秦瑜，你在哪里呢？”“外面有事。”“没什么事，就是我父母和你母亲遇到，说一起吃个饭，让你过来。”“不了，我有约。”“啊？和谁呀？”秦瑜看了我一眼，嘴唇轻启：“一个朋友。”“谁呀？我认识吗？”曲素心明显有些不安，追着他问。挂了。秦瑜啪的就把电话挂了。挂了电话，他并没有启动车，而是直勾勾盯着我。无声的氛围下，我刚才躁动的心一点点又冷了下去，只得偏过头，假装看窗外的风景。“你去吧，我们改天再约。”想了想，我回头笑着同他说道：“不用，秦瑜，我不想吃了。”我摇摇头，决然地拒绝。“那你想去哪？”“我陪你去。”我想下车。下车后，他拿着伞跟了下来，正好有俩出租车驶来。我头也没回地说了声走了。坐上车离开时，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了他站在雨里，神情没落。回到家，开打冰箱想找点吃的，却看到了几罐啤酒，思绪一转，拿了啤酒关上了冰箱。背靠沙发坐在地上，仰头一口，低下头，眼泪就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这么痛，明明早早就将他放下的，为何再见到他，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。不知喝了多久，门铃响了。我懒得动，装没听见。不一会门就打开了，瑶瑶骂骂咧咧地进来。还好我有钥匙，要不然哪天你……话说到一半就看到我的样子，声音戛然而止。他关好门，放下东西，走过来：“怎么了？一个人喝这么多？”看到他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他抱着我，安抚着我。我断断续续和他说了很多，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。我和他说好喜欢秦瑜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喜欢他。我说我讨厌秦瑜，讨厌他总是冷冰冰的，都捂不热。后面说多了，他也哭了，两个人抱头痛哭，又叫了些酒。最后两个人哭累了，也喝醉了。翌日醒来，头疼得要命，看到满地狼藉，摇了摇头，这酒喝不得。拿过手机，发现没电了，给他充上电，消息提醒就进来了。看到名字时，我的眉头一跳，翻看一下，发现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后面都是未接他的。总觉得昨晚自己是做了什么，可是半点也想不起来了。等等，不对，
我什么时候有他电话的？还有这微信也有了，备注还是最最最爱的秦。我的天，我干了什么？努力回忆昨晚，发现我断片了，什么也记不得了。看了下消息，只有他给我发的消息。一天是昨晚发的醒了，给我回个电话。还有一条是今天一早的我有事，要出差几天，回来联系你。看不出来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，大概我没说过什么，别自己吓自己。这样安慰着自己，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。6在接到秦瑜电话时，已是半月之后。熟悉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，带着沙哑：我回来了，你在哪？想见你。见到他，发现他瘦了些，也黑了，眼里带着疲惫，像是经历了长途跋涉。一看到我，他动了动嘴皮，冲着我笑了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亲昵地说道：走，带你吃好吃的。鬼使神差的这次我没拒绝他。吃完饭，他提出去湖边走走，我摸摸圆滚的肚子答应了，就当去消食了。夜晚的湖边，微风不燥，凉凉的。今晚他话很少，但我感觉他很高兴，好几次那冰脸上还露出了浅浅的笑。昏暗的路灯下，有小情侣正若无旁人地亲热着。从旁边走过时，有些尴尬，想赶紧离开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行走中，不小心触碰到他的手，只是1秒，下一秒手便握住了。我一下就懵了。黑暗里，他的手滚烫灼人，手上的老茧硌得我有些发痒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下意识我想缩回来，反被他握得更紧了。脑子像卡带一样一片空白，收不回来，只得任由他握着。绕湖走了一会，我借口累了，想回家，这才摆脱了魔爪。他开车送我回家，一路上还算正常。下车时，他又反常了，拉着我很不舍，最后还慢慢靠近我，深邃的眼神让我心跳加速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忍住了想凑上去的冲动，一把拉着他：秦瑜，我害怕。他一愣，眼里情欲消退，有些失望，盯着我看了会，喉结滚动：对不起，是我吓到你了。没有，我就是有点不太适应。你太奇怪了，我才害怕的。后面的话我没说出来，但是今晚他太反常了，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秦瑜最近很反常，一连好几天都来找我，每天我下班，只要他没事就来接我，还带我去吃饭。重要的是，还对我动手动脚，甚至想占我便宜。我深深怀疑他还是那个秦瑜吗？这天他又问我，周末有空吗？一起去看电影。我回绝了他，有事。我是真有事，我亲表弟要来，得去接他。周末这天，瑶瑶特意陪我去接他。人来人往的高铁站，他一出来我就看到了，高高的个子，穿了身运动服，柔软的黑发不长不短。见了我露出浅浅的酒窝，张开手臂朝我跑来，一把抱住我：楠楠姐，想我了吗？我被他抱得喘不过气来，拍拍他，想，我快被你勒死了。他这次放开我，同瑶瑶打了个招呼，又伸手搂住我的肩，将下巴搭在我头顶走路。我被他压得难受，不停挣扎，他却说这么久没见，我可很想你。我笑着认输，抬头就看到前面的人，愣住了，脚步也停了下来。是秦瑜。
他正站在前面紧盯着我，眼底骤沉，面覆了层薄薄的寒冰。他在生气，甚至想撕吃了我。我打了个冷噤，怎么这么像被捉奸在床？弟弟似乎也发觉了，凑近我耳朵问认识。问我姐夫。等会再说。我推开弟弟，朝着秦宇走去。你怎么在这？这就是你的有事？他反问。意识到他在说之前约我的事，我点了点头。没想到他讥笑一声我早该想到的，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被他的笑刺痛了，心里闷得慌。朝前拉住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他站定，眼神冷得害怕，一把拉住我的手往柱子后面走去，反而将我抵在墙上，咬紧腮帮质问我为什么绿我，给我表白，然后转身又找别的男人玩我呢？好玩吗？为什么你总是骗我呢？他一连几个问题，我被轰得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我什么时候表白过？我没有。没有。那这些是什么？他打开通话录音，里面传来了我哭哭啼啼的声音。秦宇，我好喜欢你呀，好喜欢。以前就很喜欢，很喜欢。这么多年我还是忘不了你，秦，老公，我爱你。你也要爱我哦。到最后我哽咽着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没有，我喜欢。男人独特的声音在里面乍然响起。放完录音，没等我说话，他失望地放开我，大步离开了。我待在原地，被电话里自己深情告白吓到了。这些都是我说的。秦宇还回答了喜欢。难怪他最近这么反常，原来是我忘了。要命！瑶瑶过来了，她也听到了。瑶瑶，你听到了吗？她说她喜欢我。我有些难以置信。我听到了，怪不得她在听到你回来的消息后，也跟着回来了，还找我打听你的事。什么时候？我诧异。1年前你刚回来，有次聊天，他问我，我说了，没过多久他也回来了。上次同学聚会，你知道你走了，他也离开了。他走了，那曲素心呢？他不是和他一起的。哼，那女的查得很，趁着游戏想要凑上去，被秦宇给推开了，一点脸面都不给他。要是我都不好意思待下去了。瑶瑶鄙视地说着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更加确定的。瑶瑶，弟弟交给你了，我要去找秦宇。匆匆交代他，我火急火燎的就要走。我要找他说清楚。等等，我转回去问瑶瑶，秦宇联系方式你给我的。那晚除了我就只有他了。那时候你哭喊着要给他打电话，好吧。找到秦宇时，他正在执勤。看到我，他脸立刻就冷了下来，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了，丢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。他在执勤，我也不敢打扰他，只得默默跟着他。最后天要黑了，我有些走不动了。刚喝了口水，肩膀被人拍了下，回头一看是霍乐安。他咧嘴一笑，给我指了个方向，夏楠，秦哥在休息室，快去吧。我笑着说了谢谢，朝着休息室就要走去。他又拉住了我，神情有些严肃。去之前我有些话要说，我是第一次见到秦哥这样，他这般在意一个人。那天在警局看到你后，他就心不在焉的，后面听到你要去同学聚会，他就拉上我一起去了。他这个人嘴硬，性子别扭，什么都不肯说，但我知道
他是真的在意你。我点点头，我也很在乎他。他笑了，示意我去吧。我朝着休息室奔去。休息室的门关着，推开门，我便看到低着头靠在椅子上有些颓然的秦瑜。见到我，他神情又恢复了冷厉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关上门，走过去，在他旁边蹲了下来，柔声解释：他是我弟弟，姑姑家的弟弟。他惊愕地抬起头看着我。我继续说道：我喜欢你，从高中时候就很喜欢，很喜欢，一直没变过。为什么和我说这些？他脸色有些苍白，冷冽的语气有些转变。因为我不想再错过了，这次我想紧紧抓住你。我坚定地回答。他垂下眼睫，在抬头时眼里多了些东西，一把拉过我，低下头恶狠狠地说：夏楠，你要是再骗我，就死定了。说完吻就铺天盖地地下来了。他大手扣住我后脑，压得我反抗不得。他带着惩罚性，强硬又霸道。我闭上眼，努力回应他：不骗你。番外老实交代，为什么高二圣诞节后面突然不理我了？你不是见异思迁了？秦瑜严肃地问我。我笑了，这小性子还真是别扭。后来同他说了那日听到他和屈素心说不会接受我的事。他愣住了，后面回想起，嘴角上扬，拉起我将我按在椅子上。你怎么听话只听一半？我和他说不会接受你，但毕业后我会追你。那时候我只想努力学习，将来给你一个未来。我本想毕业了就和你挑明的，没想到你突然就不理我了，后面还和其他男生说笑。我以为你不喜欢我了，以为我只是你闲暇时消遣时间的。想起他我就火冒三丈。那你后面还和他一起去同学聚会，还和他一起见家长吃饭。我没和他一起去，他自己来的。你走了我就走了，后面吃饭也没有去。而且我和我家里说过了，我有喜欢的人，让他们别瞎操心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秦瑜视角不知何时看到他对别人笑，我就会生气。他都不知道自己笑起来多好看。他说一辈子都看不够我，我想，好，那就看一辈子好了。高二圣诞节，第一次他没有送我礼物，也没继续缠着我。是我对他太严厉了吗？他不理我了，没关系，再忍忍，毕业后我就能光明正大和他一起了。他离开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还好，他回来了。这次我会努力抓紧他。全文完。